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捏捏汉堡，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搞笑脑洞美漫《飞车未来的剧场版电影》第5季第1集。这一集主要讲时间旅行的故事。新的一天，大伙整装待发，教授却叫他们走人。原因是公司被取消了执照。好了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大家快走吧。这时电话响了，剧情大反转。教授告诉大家，好消息，取消我执照的那群傻子被炒了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被贬了。由于打得太惨，无法抢救，所以他们被制成了万能粉末。看，就是这个。来，我来试试它的奇效，它居然还可以降火。重点是我胡汉三也回来了。为庆祝如此振奋人心的时刻，大家决定来玩点刺激的。于是大伙举办了凌波比赛。赫米斯作为专业人士，决定给这群菜鸟露一手，给我拿把真刀来。果然，赫米斯不费吹灰之力就走了过去，还不够刺激，加大难度，这下玩大了。赫米斯头身分离。事实证明，心里没点逼数的人，果然会为自己的屁话买单。众人将他送到脑袋陈列馆，医生称最近手术太多，先泡上再说。没想到这次急诊之行却绿了福赖。莉拉在馆里遇见了护工拉尔斯，两人一见如故，情投意合。而赫米斯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老婆带着儿子匆忙赶来。哦，老公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医生，他的那个功能不会受到影响吧？医生回答，短时间爱是不可能了。老婆立马翻脸，你先养着吧，在此之前我会自行解决的。我先带儿子走了。正在大家安慰绿巨人赫米斯时，教授带来了好消息，我们接了裸体星球一单大生意，干好分红。大家欢呼着离开。一阵颠簸后，大家来到目的地。既然说是国体星球，那当然得入乡随俗。于是大伙都脱了个精光，首先来了个日光浴。弗赖则表示先把正事办了再说。随即他找到签收人，嘿伙计，来签个字。签收人却表示签字可以，但可不可以不要对着我的老二说？正巧莉拉过来找弗赖。哦，弗赖，没想到你和班德还真有一腿。班德听到立马赶到。哦 shit， 你怎么能把我纹在屁股上？不过还挺有味道的。教授转过身，哎，你们还太嫩了点。班德回去继续享受日光浴。这时来了群本地人，一阵激将法后，这个傻子居然留下了邮箱账号。班德傻就算了，就连艾米和莉拉也相继中招。回到地球，大家的邮箱纷纷收到垃圾邮件，垃圾邮件层层下套，傻子们个个投坑。最惨的是班德，骗子们直接对他植入服从病毒，整个人都赔了进去。大家正在被骗得不亦乐乎时，教授赶来阻止。我的监控系统显示，你们都在不法网站上泄露了隐私，都给我过来，我要对你们普及一下网络安全常识。看好了，这个假的，这个也是假的，这个哦，我中了，我买的彩票中了。显然教授也抵挡不住这来势汹涌的诱惑，于是除了赫米斯外，星际快递公司团灭，这也算因祸得福吧。骗子很快接管了星际快递公司，原来他们就是裸体星球上的那些国体怪。由于下载了服从病毒，班德成为了新老总跟前的红人，众人被国体怪奴役。他对大伙吼道，都给我麻溜点，我们下一个目标是整个地球。休息时间，莉拉谴责班德，你个傻子，帮忙帮不上就算了，还要去拍马屁。班德回答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就是感觉拍马屁好爽，你们根本体会不到。此时拉尔斯来为赫米斯换水。他说道，赫米斯，可能你的手术时间得推迟了，因为陈列馆被一个诈骗组织骗走了。赫米斯绝望道，我完了，这一身绿光怕是盖不住了。大伙纷纷表示，体不如人是硬伤，还是节哀吧。换完水，拉尔斯表示他得离开了。莉拉慌忙上前相送。分别之际，拉尔斯问，你有对象吗？莉拉回答，没有。那明晚8点我来找你。好的。弗赖看在眼里，痛在心里。他对艾米说，我对莉拉一见钟情，看我还为她精心准备了告白礼物，尽管只是张空心粉拼图，但我觉得总有一天他了解的。话刚说完，莉拉高兴地叫道，哦，拉尔斯约我了。公司里各大老总匍匐在地上，似乎是在找什么东西。事实证明，他们确实在找东西，并且很快找到了。小班德过来把这儿弄开。班德喜迎而上。原来国体怪们用脖子上的嗅觉器官闻到了墙里面有宝贝，墙很快被砸开，里面果然有个保险箱。教授惊呼，住手，那可是我的棺材本儿。国体怪们立即拦住教授，给班德打开。果然箱子里都是值钱货，但是国体怪最在意的却是里面各大员工的排泄物。根据他们中意的排泄物，骗子们找到了弗赖。一阵勘察过后，一个国体怪惊呼道，在他的裤裆里。原来国体怪们找的是弗赖屁股上的班德像。随即他们逼迫教授拿来终极放大器，这个纹身不简单，里面居然藏了一串代码。国体怪们立即对班德下令，快给我读出来，不然我就杀了这老头。班德不解，他是什么人？国体怪回答，你就说读不读。哎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我读。原来这些代码是召唤时间球的咒语。国体怪们兴奋地说，时间球，这么说我们可以回到过去，抢回来更多值钱货。这时尼普勒不知从哪里跑了进来，他
告诉国体怪，你们不能使用时间球，否则宇宙会裂开的。大家没想到尼卜勒居然是只会说话的狗，藏的还真够深的。国体怪们却对他的话不以为然，我们就用个6、7或者2、3次，出不了大事儿，说不听就只有动用暴力了。尼卜勒随即召唤出他的小兵们，一阵枪打炮轰后，尼卜勒方惨败。于是国体怪们决定先试试这个时间球。尽管教授和尼卜勒竭力劝说，这傻子就是不听。他决然地走进球里，你好，请带我回到昨天。穿越不假，终还是有后遗症。当国体怪再回来时，竟然还带了个复制品，但是这个复制品很快就被解决了。所以后遗症就是穿越的确会复制出同样的事物，但是这个复制品不会活太久。没有身体的赫米斯只得在家休养。届时他老婆带着孩子回来了，这让赫米斯似乎看到了家庭圆满的曙光。但是这次回来，他老婆还带回来一个人，那就是他的情敌斯林。这个绿帽是带稳了。他老婆对他说，你不在的每一个夜晚，斯林会把我照顾得很好。赫米斯表示，没有丁丁，我当然无话可说，但是麻烦你们别在我眼前晃。斯林回答，兄弟不要操心，好好养伤。公司里，国体怪们正在讨论该怎么样使用时间球发财致富，走向人生巅峰。但是再好的卦总会有 bug， 他们发现了一个致命问题：时间球可以让人回到过去，但只卖单程票。班德提议，我能经受住时间的摧残，穿越这件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得到老板的批准，班德立马穿越偷走一幅没完成的蒙娜丽莎。有了第一次的快感，班德屡试不爽，他疯狂穿越，到处抢劫，3年难活。于是教授决定卖了他珍藏的末日装置，得以为生。殊不知这位买家特别懂行，他竟然看上了教授的终极珍藏轰轰球。教授慌忙装起了轰轰球，并上了手腕锁。这个不行，我还指望着靠它安度晚年。班德则继续穿越抢劫。莉拉这边，他正精心打扮，准备赴约。弗赖从莉拉手里抢过拉尔斯的名片，真不知道这家伙哪里好。老话说财不外露，宝不随带，但似乎教授不懂这个理。他紧抱着他的宝贝轰轰球，在储藏室呼呼大睡。正巧被国体怪们发现了，一看就知道包里装着宝。于是他们换来班德，让班德想办法将教授手里的包调换。班德欣然前往，锁打不开，那就连手一起偷吧。这一偷害得教授手残，还好经过约翰的缝合还能正常使用，但教授同时也发现包被掉了。赫米斯发现焚手这一幕，他极力要求约翰也把它焚回去。约翰告诉他，焚是没问题，但你得找回你的身体啊。于是赫米斯想到了班德，班德还是很仗义的，立即同意了。于是手术开始，3、5、2下，约翰就接好了赫米斯，但有可能是太随意了，屁股接到前面去了。这边教授和篮球队正在讨论时间旅行，经过众人的合力演算，他们得出了时间旅行还是可行的结论。说是可行，但多少还是有点漏洞。这时赫米斯冲了进来，教授惊呼：“哦，你有身体了！”随即教授在赫米斯的复制身体上发现了这块漏洞，那就是复制体的放射强度会比基准水平高10倍，意思就是穿越的复制品会自我灭亡。但赫米斯认为，比起灭亡，我还是更害怕绿光。餐厅，莉拉和拉尔斯正在甜蜜约会，两人迅速坠入爱河，而弗赖处处尾随，总想要破坏。外星人的偷窃计划也很顺利，但坏事干多后，难免怕鬼敲门。他们开始担心宇宙会不会毁灭。再三考虑之后，他们决定先删除班德的记忆代码，接下来就是解决代码的宿主弗赖。弗赖因此惹上杀身之祸。惊险瞬间，弗赖慌忙逃窜回到2000年1月1日，但总归是好基友，弗赖的尿性班德还不清楚嘛。班德主动请示抓弗赖，经过老总许可，杀手班德上线。随即他召唤时间球，成功穿越回2000年，走了一路，还是先来口酒解乏。弗赖你死定了。咦，这好像不是我要找的那个。于是班德收起武器，可能是刚才喝的酒太睡了，尿意来得如此突然。由于无法脱身，于是班德穿越召回了一个自己，并命令他好好站岗。谁知道他刚走，一个自称来自末日班德出现，他表示我只是来贴个纹身，贴完就走。末日班德贴完后，弗赖终于出现了，班德立马追击。这时弗赖决定打把感情牌，没想到由于在尿尿和杀弗赖之间纠结，复制班德竟然引发了自爆程序。趁着复制班德犹豫，弗赖麻溜将他关进冷冻仓，本以为逃过了一劫，却又被真正的班德发现。班德追上去，但还是晚了一步，跟丢了弗赖，又不了解他在20世纪的尿性，所以班德决定自杀。他将电话亭认成了31世纪的自杀亭，还投了币，喂，给我来个套餐，最好不要太久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自杀不成，还是找弗赖吧。于是他在一本废弃的名册里找来所有名叫弗赖的人。这场漫长的杀人之旅正式起航，所有叫弗赖的人都必须以光屁股为证。就这样，班德看了无数屁股，我想可能是这个杀手不太冷吧。11个月过后，班德依然没有找到弗赖。一转眼，12年
过去了。班德总算在长岛找到了弗莱的侄子，他也叫弗莱。哦，弗莱，你怎么变矮了？可能是我长高了吧？小鬼，你叫弗莱是吧？我要准备动手了。小鬼镇定自若，你敢？随即班德掏出了那把扛了12年的激光枪，小鬼立马怂了。他告诉班德，弗莱去了北极。班德立即订票，打算去北极。这时弗莱却在港口出现，以屁股上的纹身为证。班德立马追击，千算万算，竟然没有算到司机驾龄不高。一阵折腾下来，还是来了个命中注定的会面。班德掏出枪向弗莱开火，但杀了弗莱后的班德并不见轻松。回到3007年，外星人清除了班德的时间代码和服从病毒。此时大家正在为弗莱举行葬礼。班德走过来，他对大家说：“是我花了12年，终于把他杀死了。”众人为此感到非常惊讶。班德跪地痛呼：“弗莱，如果你还能活过来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”话刚说完，弗莱出现在大家面前，确认过真身后，众人欢呼。但显然班德没有说谎，那为什么弗莱还活着呢？于是弗莱讲述了他穿越回去之后的事情。由于还没有吃晚饭，就匆忙穿越了。于是他来到披萨店，打算搓一顿，可是货币不通，所以进餐失败。这时他突然想起了冷藏室，披萨是找到了，但冷知识拉不起丝来，没有拉丝的披萨是失去了灵魂。所以他又穿越回了1个小时之前，正巧被他撞见了复制班德被关进冷冻仓这一幕。一次简单的自我对话之后，他又突然想起冷冻的自己还有一皮夹的旧钞，他正要去拿钱，竟然不小心被关进了冷冻仓。于是10分钟前他才刚解冻，他根本没经历过什么鸟事儿，所以班德解决的只是一个复制品而已。显然时光机的漏洞救了弗莱一命。看着遗像上的弗莱，大家不禁思索起来，那么在被追杀的12年里，他又是怎么过的呢？编剧当然不会让大家失望，于是复制弗莱的故事开始了。同样他也来到了披萨店，他对老板说：“我被甩了，我想租楼上的储藏室让自己静一静。”老板欣然同意了。此后的那些时间里，弗莱过得非常平淡，家人团聚，其乐融融，但他还是会想起莉拉，并感到痛苦不堪。回忆完毕，还是要想点正事儿了。由于弗莱屁股上的纹身还在，所以他依然性命堪忧。尼卜勒决定操刀为弗莱洗纹身。经过撕裂灵魂般的疼痛之后，纹身清除，时间总是这样巧合，这边刚洗完，那边就来找人了。经过国体怪物的纹批验证后，除了找到一根弯曲的毛发，并无其他发现。弗莱又捡回界面一条，复制体弗莱这边转眼就到了2003年，拿着莉拉的照片，弗莱自言自语道：“握不住的沙，干脆扬了它，向前看才是正道。”这时电视上正播报新闻，可怜的母独角豚莉乳由于思母心切，已经绝食很多天了。既然拯救不了莉拉，那就来拯救莉乳吧。于是他来到水族馆面试，一场衡水的面试问答后，弗莱成功晋级。因为莉乳既然吃了他喂的食，冥冥之中可能这就是一场注定的相遇吧。再来看看3007年这里，由于诈骗团伙持续作案，短短的几个月内，整个地球被洗劫一空。国体怪们称，我们已经没有淘金业务了，你们这群废物被辞退了。就这样，大家集体失业。莉拉随着拉尔斯来到陈列馆，在这里，拉尔斯对莉拉深情告白，情到深处，本来应该再深入了解一下，可惜莉拉的小区也被连锅端了，一群失业又失房的穷鬼们只得在大街上流浪。众人叹息道：“真是个凄凉又悲哀的圣诞夜。”话说圣诞夜标配圣诞老人，所以圣诞老人也来了。但他今天不是来送礼的，经济危机太重，还是抢劫要紧。生活虽然艰难了点，但人总要学会苦中作乐。于是大家决定唱点歌，活跃一下气氛。如此浪漫的气氛，不搞点事出来还真是可惜了。于是唱着唱着，拉尔斯向莉拉求婚了。大大的钻戒在弗莱眼里却是满满的绿光。复制弗莱这边一晃又是7年，由于表现优异，成绩突出，再加上混得够久，他成功坐上总经理的位置。但是送君千里，终还是免不了一别。单位告知莉乳即将被放回海洋，这不等于又一次失恋了吗？可能这就是传说中的祝孤生吧。原件弗莱这里也不怎么好过，因为莉拉和拉尔斯即将举行婚礼，尽管经济不景气，仪式还是要做够的。弗莱不甘心，莉拉幸福只有我能给，他无力的哀叹道。复制弗莱也同样难受，因为莉乳即将被放归海洋，这一别也许就是一生。房东老头看穿了他的心思，他对弗莱说：“喜欢的东西就得拼命追，但话说海里怎么追？这是我表哥，他有船，你和他对接一下就成。”一段短暂的沟通后，两人表示可以进一步合作。与此同时，原件弗莱这边的婚礼也开始了。人生的3大痛苦莫过于泡面里没有料、拉屎没带纸，还有新郎不是我。弗莱如今就是这最后一种。在教授的牵引下，莉拉缓缓走到拉尔斯身边，教士开始说证词，婚礼步入高潮。这边复制弗莱果然驾船去找莉乳了。这2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捕了很多金鱼，但都不是莉乳。所幸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给碰上了。一阵煽情的速单丝后，他立即捕了莉乳。这边婚礼也进行得非常顺利，但是却卡在了签结婚合同的最后一步。正在这时，赫米斯不小心被绊倒，吊灯砸下来，又是身首异处。大喜事上发生惨案，实属不及。所以拉尔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逃婚。就这样，莉拉嫁人失败，弗莱开心不已。新郎逃婚，这对一个女人来说简直是羞辱。所以从那场婚礼过后，莉拉一直郁郁寡欢。届时，总统在电视上宣称：“我找到拯救这个星球经济的方法了，我中了仙女星座的头奖，但是必须用仅有的土地和水做担保。”哎，面对总
总统的这般智商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结果可想而知，整个地球都被骗光了，连地也没了，所以人类不得不往别的星球搬。于是大伙来到了海王星，那是个极寒之地，终年冰天雪地，度数常年为负。好不容易整了个洞待下，哪知又被雪人袭击，真可谓是祸不单行啊！莉拉正愁没处发气，这可是个好机会。于是他单枪匹马，一夫当关万夫莫开。复制弗赖这边也出了问题，被他抓回来的利鲁不但不开心，还总想要逃出去。这时他看见了海里那只跃起的雄鲸，他似乎有了答案，可能是发情期吧。我们开走避开雄鲸。海王星这边刚赶走了雪人，又来了圣诞老人，但圣诞老人表示他也是受害者，于是大家决定揭竿而起，说干就干。莉拉来到总统办公室，请求支援战斗装备。总统表示心里没点逼数的时候，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了，毕竟现在除了人什么都没有了。圣诞老人表示到了我的地盘就不要操心打仗这种问题，于是他带大家来到一座工厂，3、5两下战斗装备就造就了。为了增加胜算，总统还请来了扎普。扎普发表战前演讲，被奴役的人们，这一战为明天，所以我打算用童子兵战术，不念名字还不知道，赫米斯的儿子姓都改了，这可以列为人生的第4大痛苦了。废话说完，整装待发。扎普作为总指挥，其他人分头行动。一阵废话的功夫，已经到地球了。扎普发令准备开战，气势是够了，但是开头就不顺了。主舰首先遭受重创，伊拉表示很无奈，还是我来做总指挥吧。于是准备就绪，一场恶战拉开帷幕。几个回合下来，伊拉表示招架不住，于是赫米斯请求协同作战。脑袋好，果然任何时候都不是废物。教授将赫米斯的脑袋直接连接上战争网，战队瞬间开挂，就这样大获全胜。而赫米斯也因此赢回了老婆，真是皆大欢喜。但是还没有结束，国体官们发来消息，你们等着，我还有王炸没出。于是他们打开保险箱，拿出当时从教授那里偷来的袋子，居然是末日武器。国体官们拿上包，便迅速逃离地球。这时候班德放大招，他站出来说他们高兴的太早了。随即他掏出末日武器，将它发射向国体怪。笨鸟也有开窍的一天，班德居然在很久之前就将末日武器调包了。活了这么多集，总算长了把脑子。回到地球，尼格松为班德颁发最高地球诈骗荣誉奖，赫米斯也总算接好约安的身体。似乎所有人都很高兴，除了莉拉。当一个人认定一个人后，好像所有的悲欢都与他有关。于是弗赖决定成全，让他们来到冷冻室，他希望两人重归于好。复制弗赖这边也非常懊恼，明明以前利鲁和他最亲近，为何现在看见他却郁郁寡欢？直到他又看见那只雄鲸后，他突然就明白了，原来他的利鲁已经心有所属，而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放他走。在弗赖的设计下，莉拉与拉尔斯碰面，拉尔斯表示自己不能和莉拉的最大原因是，话还没有说完，外星人持枪出现，那么炸都还没死，真是命大。原来防毁铂金背心帮他吸收了绝大部分辐射，他嗅到密码代号在拉尔斯身上，于是利用莉拉威胁拉尔斯交出时间代码。莉拉告诉国体怪，你绑错了，他根本不爱我。拉尔斯立即反驳，不，我是爱你的。为了不让莉拉受到伤害，拉尔斯趁国体怪不注意，打开了即将自爆的班德复制品。拉尔斯和外星人同归于尽。原来外星人没有说错，助手的确有时间代码，因为他就是弗赖复制品。班德并没有将他解决，只是害他没有头发变了声音。而为了再次遇见莉拉，复制品弗赖在冷冻仓冻了1000年。而他不肯和莉拉结婚的原因是，赫米斯让他意识到复制品都会死掉，所以他才取消了婚礼。可事情仍然没有结束，为让一切有个合理的解释，必须有人进行最后一场时间旅行，在第一时间把时间代码贴到弗赖屁股上。这个人就是之前出现过的末日班德。至于为什么是末日，则是由于班德从过去带回了不同的复制品，导致宇宙最终被撕裂。因为一个时光机，弗莱做了一次自己的情敌，明明该是一场再简单不过的爱情，却因为多了一个人的加入，变得错综复杂。而莉拉明明爱的是同一个人，却展现出了不同的态度，这让我不禁打量起复制弗莱和弗莱的区别。一个来自过去，历经磨难，成熟稳重风趣；另一个因为少了那12年的经历，略显天真和幼稚。简单来说，这就是男人与男孩的区别。男人胜在气度，而男孩败于经历。而不管是男人还是男孩，在绕了一大圈之后，莉拉最终要找的人还是弗莱。爱这种东西很是奇妙，它全凭感觉，却从来不会迷路。冥冥之中，它会带你找到那个你深爱且深爱你的人。世间这么大，找到你太难了，所以我一直跟在你的身后，等你转完圈后能看见我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加关注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